大家好，我是老罗。疯狂的2020年呢，马上就要过去了，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拜个早年，感谢大家在这一年给我 YouTube 频道的支持。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相信很多朋友会设定一些目标，比如说增加锻炼呀，或者开启一项新的爱好。如果你正在制定你2021年的新年目标呢，我建议你尝试一下木工这项爱好。我猜很多人会认为呢，木工需要大量的资金去置办一些很多大型的工具。对于一个专业的木工坊来说呢，的确需要1万甚至几万块钱来购入专业的工具。但是如果从爱好的角度出发呢，木工真的不需要前期投入那么多的资金。如果在2021年里你想开启木工这项爱好的话，我今天想和你分享一下怎样用1200美元来置办你的木工工作室。这期分享呢，我会讲到常用的木工工具，不过呢，这里不包括那些消耗品，比如说胶水啊，或者是螺丝这些东西。在工具的品牌选择方面来说的话，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购买木工工具的话呢，我非常建议你去店里试一下不同品牌的工具，去拿一拿呀，感受一下，然后购买你拿着舒服的那个品牌的工具。因为如果一个工具你用着不舒服，或者你压根儿就不喜欢它的话，你可能潜意识里就会去躲避使用这个工具。这样的话呢，你的体验感就会下降。在开启一项新的爱好的时候，你的初次体验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的品牌来说呢， DeWalt、Bosch、Milwaukee 还有 Makita， 这些都是久经沙场的工具品牌。很多专业人士呢都会使用这4种品牌的工具。便宜一点的品牌呢，比如说 Black & Decker 或者是 Ryobi， 这些品牌呢，对于平时闲暇时间想做木工的朋友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来进入怎样用1200来置办你木工工具的话题。大家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是1200呢？怎么老提1200呢？这里边有什么典故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呢，1200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比方说，你每一个月拿出100块钱，这样的话呢，你一年就会有1200块钱来置办你的木工工具。再比方说呢，你可能就职于某一家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每年可以给你报销1200块钱在你的木工爱好上。首先呢，我们来聊一下切割的工具。对于新手来说呢，我建议是买一个 Jigsaw。这个工具呢，可以帮助你切直线，也可以帮助你切不规则图形，比如说这只熊。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认为 Jigsaw 比较安全，而且非常容易上手，并且呢，根据不同的锯条，你可以切割不同的材料。有线的 Jigsaw 呢，通常比无线的 Jigsaw 要便宜的很多，但是呢，这种有线的 Jigsaw 呢，需要一直插着电，而无线的 Jigsaw 呢，虽然贵一些，但是没有这个电线的限制，用起来真的是非常方便。价格方面来说呢，我觉得80块钱可以买一个非常不错的 Jigsaw。当然，在打折的季节呢，120块钱左右的名牌无线 Jigsaw 也是经常遇到的。其实，如果你已经决定好钻研木工这项爱好的话呢，那我非常建议你入手一个台锯。我多次在以前的分享中提到呢，台锯我认为是一个木工坊里边的核心工具。台锯呢可以帮助你把长的材料切短，也可以把宽的材料切窄。台锯呢还可以用来开槽啊、切斜角，可以说是无限可能。在选择台锯的时候呢，通常是要考虑 max rip capacity 是多少，以及挡板有多么的精准。Max rip capacity 呢，决定了你锯片和挡板之间的最大距离是多少。挡板的精准度呢，是指挡板在被锁住的情况下，是不是没有一丁点的这种晃动。还有呢，就是挡板、锯片和台面上的 miter slot 这3样东西是不是一直保持一个平行的状态。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挡板呢是有2种，一种呢是 clamp and slide， 另外一种呢是 rack and pinion。clamp and slide 这种挡板的精准度呢，取决于它本身的材料是否结实。rack and pinion 的挡板设计呢是台锯前面和后面各有一个横向支撑，然后呢底下有齿轮来保持这个前面的支撑和后面的支撑的伸缩的时候呢是保持一致的。这种挡板的设计呢非常轻便，而且非常精准。所以出于这2点呢，我非常推荐 DeWalt DWE7491RS 这款台锯。这款台锯的挡板的设计呢就是 rack and pinion， 非常精准，而且它的 max rip capacity 呢是32.5英寸。这款台锯的售价呢应该是600块钱左右。木工的很大一部分呢是把材料连接起来，连接的方法呢有很多，对你的经验和你的这个步骤也不一样。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呢，最重要的是把东西做出来就好。出于这个考虑呢，我推荐大家入手一个 Cricut K5 或者是 Cricut K4 这个斜孔器，它可以帮助你很快速并且容易的把材料连接好。这款 Cricut K5 呢，售价是120块钱左右。
当然，在使用斜孔器的时候呢，你需要一个电钻。虽然呢，一个电钻可以用来钻孔和打螺丝，但是有一个冲击起子的话呢，你可以事半功倍。电钻和冲击起子这种套装呢，经常在打折，应该是在120块钱左右。当然，如果你打算入手无线 Jigsaw 的话呢，我建议你买同样品牌的工具。这样的话呢，你的电池在这几个工具之间就可以通用了。好了，在连接材料以后呢，就需要打磨了。我推荐入手一个这个叫做随机轨道砂轮机。这个砂轮机呢，在转动的时候呢，同时也在随机的晃动。这样的话呢，打出来的这种细小的划痕呢是随机的。这种的砂轮机呢，通常会带一个这种集尘的带子。但是说实话，如果你能接一个吸尘器的管子在这儿的话，效果会更好。这个工具的售价呢，应该是70块钱左右。我们在做木工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的木屑和细尘，所以我推荐呢，大家买一个 shop vac， 就是这种木工房里用的吸尘器，然后呢，再加上这么一个旋风分离器的装置。这两种东西加在一起呢，会在你做木工的前期给予你足够的吸力来打扫你的工作室。shop vac 应该是在80块钱左右，然后这个Dust Separator 呢，应该是在50块钱左右。其实做木工最重要的呢还是安全，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买一个带着舒服的护目镜，应该是在10几20块钱左右。然后呢，在操作这些工具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大的声音，所以呢，从保护听力的角度出发，我推荐大家买一个这款 LG 的蓝牙耳机。我这副耳机呢已经用了4年多了，然后我认为它的隔音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并且使用起来呢非常方便。我只是很轻松的把它戴在脖子上，需要用的时候呢就把它拉出来，然后塞在耳朵里，用完了以后呢把它从耳朵里拿出来，然后这样就收好了，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这款耳机的售价呢，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70块钱左右。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算一下账。Jigsaw 80块钱，台锯600，砂轮机70，斜孔器120，电钻和冲击起子的套装120，吸尘器80，旋风分离器50，蓝牙耳机70，再加上一个10块钱左右的护目镜，刚刚好1200。然后你再遇上点打折什么的，可能连1200都用不了，你就可以开启木工这项非常有成就感的爱好了。好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给我留言，也希望你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再次感谢大家在2020年里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也祝大家在2021年里事事如意。我是老罗，新年快乐！